舒適寶執笠，不料亦都有一次被焗簽8萬蚊教練堂嘅經歷。6項失業援助福利同埋工具又係啲乜嘢？香港經濟到底發生咗咩事？生意人同埋投資人又應該點樣自處呢？大家好，歡迎收睇 NITV， 我係不料。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結業潮之下點樣自救。近來連鎖健身中心舒適寶結業，不料向舒適寶亦都有一段好唔愉快嘅經歷，係啲咩呢？透過呢件事，我亦都想分享一啲理財知識同埋對香港經濟嘅點評。仲有面對香港結業潮，手停口停失業嘅基層人士應該點樣自救？有冇啲實際應急嘅福利可以幫到手呢？不料將會分享6項失業嘅援助福利同埋工具，想知道係啲乜嘢？咁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呢一集將會分為以下3個部分： 1. 舒適寶結業關於理財嘅點評； 2. 香港結業潮生意與投資； 3. 6項失業基層人士嘅援助福利同埋工具。第一部分，舒適寶結業關於理財嘅點評。先睇一睇新聞。近日有38年歷史嘅舒適寶 Physical 健身中心宣布全線結業。舒適寶聲稱灣仔分店有新投資者，將改名 Healthy 品牌營運。不料點評1，不料響舒適寶嘅不良體驗。話說不料響上一次小退休嘅時候，參加咗舒適寶做咗會員。當時不料想大隻一啲，健康一啲，打算用1萬蚊上一啲健身課程學點樣去做健身，就走咗去主動揾教練啦。而家諗翻起都好笑，自動送上門。當時有2個教練圍住我一齊傾，佢哋游說我報一個1年嘅課程，1星期2堂，1堂1個鐘800蚊，總共83200蚊。我心諗8萬幾蚊，傻的嗎？之後我問最短嘅課程係幾耐同埋幾多錢，佢哋話係12堂9600蚊，亦都算係我預算嘅範圍之內。問咗佢哋12堂包乜之後，我就話要12堂啦。但係佢哋繼續不斷游說我，話至少報1年先至有效之類，講咗大半個鐘都游說唔到我。就揾咗一個資深嘅大隻教練嚟。呢位大隻教練一嚟就話：你俾張信用卡我睇下有冇咩優惠可以俾到你。之後佢翻嚟就話簽1年可以平啲，700蚊一堂，1年7萬幾蚊咁。我話我張信用卡呢？佢話我放咗喺前台。我話你俾翻張卡我先。佢話咁我直接幫你過1年數。嗰一刻我先至意識到有問題，就話我唔報住啦，你俾翻張信用卡我先，我先至再決定。呢個教練開始用貶低我嘅說話，好似你啲身形咁差，要上多幾堂先至有效。你咁瘦，點樣識到女仔啊？風都吹走你啦之類。我堅持要拎翻我張信用卡，佢都係唔理我。我話俾佢聽，如果再唔俾翻我會報警噶啦。佢先至即刻同2個教練講，幫我報12堂先。呢一次嘅經驗好差。事後我諗翻點解自己當時會俾張信用卡佢哋，實在太蠢啦。如果我當時一時耳仔軟，咔嚓一聲，8萬蚊可能就冇咗。我諗好多人去美容院或者健身室，亦都遇過我類似咁嘅情況。一定要守住自己嘅底線啊！寧願咩都唔買，都唔好輕易將張信用卡俾人。之後點樣？我查過一般嘅教練堂1個鐘係500蚊，即係我傻更更自投羅網，已經蝕咗3600蚊。再之後呢，上完12堂健身教練堂，不料真係大隻咗。雖然不料認為課堂嘅內容係合理同埋實際有用嘅，最後教練問我直接揾佢上堂，400蚊一堂。不過我都拒絕咗，1次不忠，8次不用。我諗去過舒適寶嘅朋友一定有類似嘅經驗。你做下健身，有健身教練走過嚟話：師兄，你啲動作做錯晒，咁樣做冇用噶。然後將你嘅所有嘢踐踏一番，話俾你聽要上教練堂。其實生意如果冇咗信任，又點樣長期賺錢呢？不料點評2，關於預繳式消費。不料當年喺舒適寶2次都係簽約3年嘅合約，直到2020年疫情冇再開就冇再去啦。當時每個月嘅月費大約係200-300蚊左右。喺疫情之後都不斷有 sales 游說我續約，最後一次收到信息係2023年嘅10月，當時係9800蚊簽10年。不料冇再續約，因為我去開嗰間鋪裝修咗之後細咗好多。疫情之後估計佢嘅生意亦都好難長期做落去。不過其實早喺10幾年前我仲未加入嘅時候，已經不時傳出佢會結業嘅傳言。響08年金融海嘯之後，佢亦都推出過類似9800蚊10年嘅優惠，而真係有人用98蚊1個月嘅超低月費享用咗好多年。就好似股票撈底咁，有人好彩撈到底反彈大賺，有人唔好彩就因為公司破產而輸晒買嘅錢。
呢度想分享嘅唔係我有啲咩預知能力，而係用預繳式消費要小心。預繳式消費套票嘅好處係比一般正價平，但係亦可能因為間鋪執笠而全部化為烏有，因小失大。所以大家買之前要先假設嗰一間鋪會執笠，呢一筆錢輸晒嘅話，你能唔能夠接受呢？如果你用信用卡分期付款，就算嗰一間鋪執咗笠，提供唔到服務俾你，你仍然係要每個月還款嘅，因為你欠嘅係信用卡公司嘅錢，而唔係嗰一間鋪頭嘅錢。不料試過報一個電子琴班，月付咗全期20堂3000蚊，到咗第8、9堂，導師就不斷話預約已經滿咗，一直約唔到，最後仲關門大吉，仲電話都揾唔到添。俾我嘅印象係，當預繳嘅金額到咗一定嘅程度，呢一間鋪頭就會有風險。老闆即使唔係周轉不靈，清盤捲走啲錢嘅誘因亦都好大，因為預繳嘅總金額比起改名重新開業嘅成本大得多。美容、按摩、運動健身課堂等等套票都係比較高危嘅，套票動不動就幾千蚊到幾萬蚊不等。一間鋪如果有50個客，每個人俾咗5萬蚊嘅套票，執笠就會輕鬆捲走客人嘅250萬。不料點評3，關於儲蓄同財務自由，我知道有好多人預繳買咗健身會籍，最後可能去咗1-2個月就冇再去，可能係落雨、去旅行、天氣太凍，停咗一段時間就唔會再去健身室。對於儲蓄而言，我哋要特別關注月繳式嘅開支同埋分期付款，因為少數怕長計，月繳500蚊，一年就係6000蚊，10年就係6萬蚊。每個月嘅固定開支就係你嘅生存成本，每個月嘅開支成本亦都影響你財務自由嘅目標。你嘅基本開支每月多1000蚊，唔好睇少呢一筆開支，一年就係12000蚊。財務自由嘅金額一般乘以25倍，即係30萬，即係你每個月多出1000蚊嘅支出，就要賺多30萬先至能夠達至財務自由。例如你揸車，車位年雜費每個月開支8000蚊，你就需要有240萬資產嘅被動收入，先至能夠支持你每個月揸車嘅使費。財務自由嘅門檻就會提高咗好多啦。你有冇啲咩不必要月繳式嘅開支或者重複性嘅開支能夠削減嘅呢？收費電視或者回報低嘅儲蓄保險、健身課堂、外賣平台或者遊戲平台嘅會員月費，仲有銀行服務包括信用卡年費，銀行不足最低結餘亦都會收費。如果你平時好少睇結單而即刻交錢，冇留意到呢啲情況而揾銀行做豁免，一年隨時使多咗幾千蚊而自己都唔知。不料點評4，居安思危，舒適部嘅員工嘅情況又點樣呢？新聞話，業界估計約700名健身教練被拖欠上月薪金共逾2100萬，30幾個員工琴日喺立法會議員安排之下，到勞工處登記索償。高級資深教練馮先生表示，自己入職已經被拖糧，佢早就有心理準備，但係冇估計到承接住個颱風面臨失業。馮先生批評公司琴日嘅通告係拖字訣，老闆極不負責任。指月初公司仲催促跑數，甚至有客人琴日仲俾緊錢。批評公司對員工同埋客人都欠缺咗交代。不料成日講話要居安思危，要為退休做準備，或者要有一定嘅備用金。你以為預計自己做到60歲退休，就真係可以做到60歲？裁員、被退休，每一日都可能隨時發生。你聽日就可能會失業，所以一定要儲蓄，準備退休金或者備用金。依家工作緊嘅你，諗一下，如果你聽日就失業，你能夠支持幾耐？1個月、半年、1年？如果少於半年甚至3個月，咁就要非常小心啦。依家嘅環境，3到6個月亦都未必一定能夠揾到工。對於失業之後嘅心理同埋情緒處理，不料喺第77集分享過我18個處理困境嘅方法，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可以之後再去睇睇。不料點評5，新投資者嘅背後，面對龐大資金壓力而倒閉嘅公司，點解會有人頂手一間分店俾客戶繼續用呢？如果所有嘅舊客戶都湧去新店，冇新嘅收入，呢間公司點樣賺錢？最後嘅結果會點樣？可想而知。如果我有資金，點解我唔自己開間全新嘅健身室？咁樣嘅目的係為咗啲乜嘢？係為咗避免某啲嘅法律責任，例如佢明知將會結業，仍然賣10年會員嘅責任。我唔肯定，但係我就肯定唔會再買新公司嘅任何服務啦。不料點評6，結業預兆。新聞話，舒適寶結業前有3個警號： 1. 舒適寶上海分店去年底結業； 2. 創辦人賣樓急救。舒適寶創辦人陸毅強夫婦嘅財政狀況亦受到大眾關注。市場消息指，夫婦2個人早年響荔枝角曼克頓山買入多個單位，近日至少沽出其中3個，共套現2685萬。
3. 停工強積金涉款300萬元。另外，積金局亦響本月初指，舒適寶未為約740名員工繳交今年6月同埋7月份嘅強積金供款同埋附加費，合共300萬元。以史為鑑，如果你未來發現你光顧或者你所工作嘅公司有類似嘅徵兆，就要好小心啦。一般公司或者食肆全欠租，已經係好明顯嘅信號，咁就要盡量避免購買佢哋公司嘅產品啦。第二部分，香港結業潮，生意與投資。香港嘅4大產業，地產、金融、旅遊、服務，內地嘅樓市問題、移民潮同埋美國3年前開始加息，呢4大產業全部急轉直下。不料上星期五7點鐘響旺角瓊華中心食飯，竟然一反常態，唔使排隊等 lift。奇怪嘅係，街上嘅人亦都唔算少，究竟佢哋去晒邊度食飯呢？依家我樓下普通一間茶餐廳嘅晚餐亦都要55到70蚊，未至於用劣食嚟形容，但係確實冇咩餸。如果我自己煮同樣嘅嘢，實際嘅食材成本應該唔超過15蚊，咁好自然，依家食外賣都少咗。我屋企樓下經營多年嘅食肆，近來都有幾間執咗，最近連兩餸飯都要執。究竟香港發生咗咩事呢？再睇翻健身室嘅新聞，24小時健身室打游擊。近年健身中心經營模式出現轉變，亦對連鎖經營者造成衝擊。近年嚟規模較細，多以加盟店模式開業嘅24小時健身室，響市場上呈爆炸式增長。有調查指24小時健身室響2018年只有9間，到2023年10月增加至214間，短短5年增加咗超過22倍。傳統健身中心營運情況就相形見絀，但向2023年倒閉或者暫停營業嘅場所高達136間。大型連鎖健身室租用嘅面積較大，租金壓力大，同樣地聘請嘅人手亦多，所以向疫情同埋經濟逆轉之後，傳統健身中心好難捱過呢一個寒冬。反之24小時健身室選鋪未必響中環、銅鑼灣之類嘅旺區，反而較接近住宅區，面積較細嘅1000平方尺，租金比較平，經營彈性大，風險低，更容易達至收支平衡。對於客人嚟講，呢啲24小時健身中心同傳統嘅健身中心最大嘅分別係收費模式，會員唔使簽數以年計，收費過萬嘅長約，取而代之嘅係1個月到12個月嘅短期合約，平均月費介乎300蚊到1000蚊，為客戶提供較大嘅彈性。值得一提嘅係，呢啲健身中心大部分都冇私人駐場教練，客人可以免卻推銷嘅壓力。面對新加入者打游擊方式進入市場，傳統健身中心相反以高成本營運。如果未能夠改革營運模式，有機會會俾市場淘汰。引文完畢，即係唔係健身室呢一門生意唔得，而係商業模式已經慢慢改變咗，花無百日紅。就好似曾經紅霸內地電商一哥嘅阿里巴巴，估唔到近年都被拼多多以農村包圍城市做低價團購，同埋抖音電商直播等打到落花流水。世界不斷改變。柯達俾數碼相機打敗，數碼相機或者市佔一半嘅 Nokia 又俾蘋果公司嘅智能手機 iPhone 打敗，傳統電視又慢慢俾網上電視蠶食，紙媒已經就快俾手機完全淘汰啦。改變，改變，改變。如果你係做生意嘅，睇住生意越嚟越差，就要改變啦。唔改變就只有死路一條。你講就容易，不料唔係做生意嘅，但係作為消費者，亦都想樓下嘅晚飯可以多一啲食材，好食一啲。例如揚州炒飯俾多啲蝦仁同埋生菜，唔好用脆肉瓜，可能只係當5蚊嘅成本，我會願意俾65蚊去食。不料前排去咗一次廟街夜繽紛，睇到魚蛋細份嘅20蚊，大份嘅40蚊，呆咗。係吸客定係劏客呢？講到底，實體經濟唔得，係咪因為租金太貴呢？減租會影響店鋪嘅估值，影響業主，租金高，商戶嘅成本高企，質素變差，客戶睇唔到價值就唔想買。死胡同，惡性循環。呢20年世界唔同咗，而家賣嘢唔一定要實體店，君不見先達廣場，泡沫遲早都會爆破，價值最終亦都會回歸。內地經濟疲弱，旅客減少，市民消費力減弱，港元強，有錢都去日本同埋深圳消費。點樣強求香港店鋪嘅租金維持響百業興旺時候嘅高水平？硬托租值有用咩？不斷食止痛藥唔會變好，只會將痛苦延長。不料諗到兩句話：窮則變，變則通，早死早投胎。另一邊廂，如果你係投資者、如是者，每日睇到嘅新聞同埋影片嘅評論都係負面嘅，而且拎住放大鏡，不斷重複地產商或者樓市唔得，或者邊一個富翁出問題，經濟唔得。你唔講我都知道經濟唔得，
真係冇必要日日聽太多呢啲嘅消息，聽得太多可能會影響判斷。我反而會諗，喺危機當中入面有冇一啲機會呢？近來銀行定期存款嘅利息少咗，不料亦都開始留意股市，發現部分本地嘅地產商同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股價亦都相對穩定，喺眾多 KOL 放壞消息唱淡嘅情況之下冇大跌。咁意味住係啲咩呢？股票投資有一個講法，第二層思考，喺巨大嘅壞消息之下，股價唔跌，反而係一個利好嘅信號。不料會諗，未來減息，原本靠定期存款或者債券收息嘅人，佢哋嘅資金會去邊呢？免責聲明，以上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我自己都冇買，只係開始揾啲股票觀察。未來減息，資金流動，又係新一輪財富大洗牌嘅開始。想大家問一問自己，究竟每日喺媒體睇到大量嘅負面新聞或者評論，對你嘅投資或者財富有冇幫助呢？定係只係每日吸收過量不必要嘅負面信息，影響自己嘅情緒或者判斷？第三部分，失業基層人士嘅援助福利。而家失業率維持大約3%左右，部分行業更加出現有工冇人做。只要肯做，要重新揾翻一份工作收入，應該能夠揾到嘅。當然，未必係你嘅理想工作。不料嘗試揾一啲失業援助嘅福利同埋工具，但係發現香港向呢一方面唔似其他地方有失業救濟金。不過唔同嘅機構對基層人士亦都有最後嘅緊急支援。以下係6個可能喺你失業之後幫到手嘅工具。一、保良局扶弱基金，援助金額按申請個案嘅情況，批款援助嘅上限係6000蚊，申請人喺5年之內只可以申請一次。援助嘅範圍其中一個係包括為遭遇突變、意外或者特殊困難人士或者家庭提供短暫經濟援助。申請資格，香港居民需要通過經濟審查，申請者需要符合預設家庭平均入息同埋資產限額，以申請公屋入息嘅上限20%同埋綜援資產上限加20%作參考。申請方法，申請必須由保良局、社會福利署或者醫院管理局嘅註冊社工轉介。2、公益金及時雨基金，援助金額，每宗成功嘅申請將獲發放援助金約3000蚊到12500蚊港元不等。援助範圍其中一個係包括支援有經濟困難、唔能夠維持生活基本開支嘅個人或者家庭。申請資格，申請人需為香港居民及年滿18歲，申請當時未獲其他基金及政府嘅援助。每個成功獲得公益金及時雨基金資助嘅人士同埋共同居住嘅家庭成員，響6個月之內唔能夠再次申請援助。申請方法，有需要嘅人士可以響27間伙伴機構申請援助，92個批核中心分布於香港、九龍同埋新界各區。3、公屋租金援助計劃，房屋署設有租金援助計劃，透過寬減租金援助暫時有經濟困難嘅公屋租戶。援助金額，合資格嘅申請人可以獲減1/4或者一半租金，減租嘅年期係2年，有3種組合。A、非長者家庭可以獲減一半嘅租金。B、非長者家庭1/4嘅租金減免，同埋 C、長者家庭半租減免嘅情況。申請資格，我喺度淨係講解非長者家庭可以減免一半租金嘅情況。家庭總收入要符合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個表。家庭總收入低於公屋入息限額嘅50%，或者租金同埋入息比例超過25%，或者家庭總收入介乎公屋收入限額嘅50% 至70% 之間，同時租金同埋入息比例超過15%。就咁睇可能比較難明白，我舉一個例子，一個3人家庭，夫婦有1名年幼嘅子女，原本丈夫月入2萬蚊，老婆打散工月入8000蚊，丈夫突然失業，冇晒收入，呢個3人家庭嘅入息就係8000蚊，咁就少過3人家庭嘅每月入息要求12370蚊，可以獲減一半租金啦。不過睇一睇，呢個入息係要計算過往平均3個月嘅入息，另外按年發放嘅報酬，例如年終花紅、雙糧之類，就以1年平均計算，即係可能要失業幾個月之後先至申請得。另外2種情況我喺度就唔詳細講啦，以下係另外2種情況嘅入息參照表，大家可以自己暫停影片睇。非長者家庭1/4租金減免，長者家庭半租減免，或者大家可以自己去房署網站睇詳細資料。4、在職家庭津貼，不料向第79集介紹過嘅在職家庭津貼，應該亦都可以幫到失業人士。例如啱啱舉嗰個例子，3人家庭剩翻月入8000蚊，咁就符合職津住戶每個月入息上限嘅19800蚊。如果每個月嘅總工時達到144小時以上，咁就可以攞到1150蚊嘅全額基本津貼，
同埋1610蚊嘅全額兒童津貼，即係總共2760蚊嘅津貼啦。如果丈夫之後揾唔到全職，只係揾到兼職，但係總工時達到192小時，最高就能夠攞到總共每個月3220蚊嘅津貼。不過提一提，職津係申請過往半年嘅津貼，即係丈夫要失業一段時間先至符合資格申請。詳情可以參考第79集或者在職家庭津貼嘅網站。5. 短期食物援助服務援助內容，呢個係社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為短期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嘅個人或者家庭提供一般每次唔超過8個星期嘅基本食物援助。服務對象包括因為遭逢突變而有即時經濟困難嘅個人或者家庭，包括失業人士、低收入人士、新來港嘅人士同埋露宿者等等。申請手續同埋資格，申請人可以聯絡服務佢嗰一區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需要提供包括身份證明、住址證明同埋經濟證明等資料，以供服務隊審批。以3名家庭為例，資產限額係211500蚊，月入限額係24505蚊。6. 綜援，到最壞嘅情況冇辦法之後，唯有申請社署嘅綜援，資產限額有一定嘅要求，一般失業人士應該未必用得上，不過到山窮水盡嘅時候可以考慮。呢度我就唔詳細講啦。同場加映2個不料覺得好有用嘅計劃。7. 中高齡就業津貼，為咗鼓勵中高齡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勞工處喺7月15日推出咗為期3年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為連續3個月或者以上冇從事任何報酬工作嘅4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提供再就業津貼，增加佢哋重投工作嘅誘因。每個合資格嘅人士響計劃推行嘅期間可以獲取最多2萬蚊嘅再就業津貼，連續完成6個月全職工作可以獲取最高1萬蚊再就業津貼，連續完成12個月全職工作可以另外再獲取最高1萬蚊嘅津貼。所以如果你超過40歲又失業超過3個月，記得參加啊！提一提，要先參加計劃後揾工先至有津貼。7. 僱員再培訓創科愛增值計劃，僱員再培訓局由2024年4月到9月推出創科愛增值計劃，計劃提供超過50項創新科技相關嘅培訓課程，並且引入課程學費全免同埋唔限學歷嘅特別安排，以鼓勵市民進修增值，裝備數碼新技能，從而提升就業競爭力。計劃對學員嘅學歷不設上限，但係需要符合個別課程嘅最低入讀資格。有興趣報讀課程嘅人士可以喺2024年9月30日之前報名，並且喺2024年12月31日或者之前入讀課程。其實僱員再培訓局近幾年都有提供類似嘅課程，假如失業人士經濟冇短期嘅問題，而且現有嘅行業未來前景暗淡，不妨上佢嘅網站睇下，呢一刻有冇一啲適合你嘅課程，趁有時間學習一啲新嘅技能，自我增值，順勢改變。最後俾失業者一項忠告，就係盡可能唔好借財務公司嘅貸款，因為佢哋一般嘅年息40厘、48厘甚至更高。雖然一時三刻解決你嘅燃眉之急，但係就會為自己嘅未來埋下咗一個超級炸彈，長遠陷入債務陷阱，真係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唔想錯過 N 加 TV 未來精彩有用嘅影片，記住訂閱、訂閱、訂閱。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